Hello，大家好，我是小何老师。我们今天来讲地震跟室内设计的关系。在1月21号凌晨，前天晚上，嘉义大埔发生了6.4级的地震，只有受伤，没有人死亡，心中的大幸。O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地震跟室内设计的关系，也就是说地震跟房子之间的关系。那第一件事情，为什么地震会造成伤亡？那第一个是因为房子本身的结构，像以前就是土埆厝，有没有？那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土埆厝，很多学生不能去想象那种东西是什么东西。那我小时候就住过土埆厝，冬暖夏凉，耗子多，非常多的老鼠，因为它是用泥土做的土埆厝。那土埆厝本身它的结构就比较脆弱一点，因为它是用泥土做的。农闲的时候，大家就有没有来我们家要盖房子，就用田里面的泥土啊，叫土砖，放到它干。和上那个稻梗，把它放干，就来叠一叠，那就变土埆厝。那以前盖房子是这样子，那上面的瓦片呢也很容易的就被风传那叫土埆厝。这个在比较乡下的地方还可以看得到。OK， 那我们家以前就土埆厝，墙壁这么厚，大概有40公分厚吧。那住起来其实蛮舒服的可是就是臭臭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厕所。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尿桶，大家就尿在那边。那我的那个房间刚好在尿桶的旁边，每天都闻那个味道。OK， 那后来土埆厝因为它的结构比较脆弱，那地震的时候常常被倒掉。那而且它的耐水性啊，像雨冲一冲，可能就会对结构产生一些问题。而台风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忍受台风的摧残。后来改成砖造，为什么？把土埆厝土拿去烧到一个温度的时候，就变成砖块。所以后来开始用砖块去盖房子，那砖块盖房子也有一样的问题，因为它是用叠起来的，所以台风来的时候，地震来的时候啦，通常经过这一摇晃，那个房子可能就倒掉了。再来，另外一方面叫加强砖造，就是那个砖块，因为它本身不耐震，它大概只能盖1层楼，就岌岌可危。虽然早期还是有盖2层楼的，后来改成加强砖造。什么叫加强砖造？它的梁柱还有楼层板是用混凝土灌浆的。以前混凝土灌浆其实是不太好去施作的一个工法，因为以前没有像现在那个叫一般混凝土厂，他们用大机器去拌混凝土，以前没有。以前那个叫在工地现场一个电动的在旋转，转起来的声音像牛一样，所以叫头盖。所以大概有50年的时间，我们台湾都是强砖造的房子。那时候耐震力其实也比较薄弱。后来演变成 RC 就是钢筋混凝土，就是连墙壁也是混凝土的。以前加强砖造墙壁是砖块的，只有梁柱还有楼层板是混凝土的。那后来我们的财团可以开始去开采混凝土，有没有？所以他们就到海边啊，有没有？花莲的山上啊，就挖了一个洞说那个洞以后还可以喂鱼，所以那个叫预拌混凝土，就在工地，不是在那个容易生产混凝土的地方，把混凝土生产出来，用混凝土车载到工地现场，所以混凝土大运用。那预拌混凝土其实它对于耐震力强的，可是还是有问题。像日本最喜欢用预拌混凝土的，其实你去日本看，好像只有安藤忠雄在玩混凝土，其他的建筑师很少人在玩混凝土。所以预拌混凝土这个东西慢慢把加强取代了。那以前的换厨有没有？大部分都是加强砖造做的，然后所以我们以前说盖房子盖加强砖造的房子叫起老阿厝。为什么起老阿厝？因为那房子盖好要很会漏水，要起老阿厝。后来921大地震预拌混凝土的房子发现地震来了还是有问题，所以有一阵子921大地震过后的一阵子，很多的建设公司开始盖钢骨钢筋混凝土，叫 SRC 钢筋混凝土。好，所以大概我们台湾的建筑形式有这几种那木构造在我们台湾比较不适合因为我们台湾没有产木头，所以木构造的建筑师也不多。就算你真的要木构造，其实以后的耐久年限也会产生问题。那当然，我有一个很敬重的前辈他就专门在玩木构造的，他很执着在木构这一块不过一般木构造要推广到一般的我们的住宅，其实有困难的。好，那最后一个叫钢骨造，钢骨造讲起来比较好听比较难听的讲法叫做铁皮屋。铁皮屋其实铁皮屋是最不怕地震的啦。为什么？因为它是钢骨做的，它外墙也是用铁皮。不过铁皮有好有坏。那
我在北山买了一块地，那个时候就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啊。当然那时候我的选择就是用钢骨造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用加强砖造或者 RC 造的话，都有一个问题，耐热的问题，那个隔热的问题啊。因为独栋的房子，到时候太阳直接照射，照起来非常的热，所以我是住进去以后才知道，住进去热度是白天会蓄积起来，到晚上整个散发出来哦。所以我在北山买了一块地，那时候我就打算用钢骨造哦。那钢骨造其实铁皮屋讲难听哈，如果你要让它好看，还是可以的，选材上面慎重一点，而且它有那种隔热的板子哦，用那种隔热板子就可以了哦。那里面呢，轻钢架隔起来，里面再塞岩棉或玻璃棉，其实那隔热效果就非常好了。OK， 那你的一块地。那个地方叫北山叫921原爆点啊，就是那时候地震的9/23。OK， 那时候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啊，那个地方有地震呢。我跟你说，台湾都有地震了，我们就住在一个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面，所有地方都有地震，不用担心哦。你不可能去住到一个没有地震的地方。以前有个同学哦，他是缅甸侨生啊，他跟我说缅甸多好，他说缅甸没有地震，没有台风，可是缅甸有军政府。对不对？他们现在打仗了 ，OK， 好，所以你既然住在台湾这个地方哈，就一定会接受到地震这个洗礼，没有办法哦。那个地方叫9/23，很多朋友跟我讲说那个地方有地震，我跟他们说能量已经释放完了哦，在100年后才会有地震哦，不用担心。那真的有地震，全台湾都有地震哦，他不会说我地震就在这边 ，OK。那你可以看这张地震图哈，地震的分布图，全台湾都有。那所以我盖了一间房子，钢骨造的房子比较不怕地震哦。那其实说实在的，单纯是因为没钱了，因为在台中市区要买一栋房子没有3000万，不用想哦。而且我不喜欢住公寓，我觉得真的地震的时候住公寓更危险哦，因为跑不掉。OK， 有人说你住在比较顶楼，花多一点钱住在顶楼，视野比较好，地震的时候不用跑因为上面的房子压下来不会压到你在最上面这好像也蛮吊诡的哈，你住在最顶楼，你反正跑不了。倒的时候，他说倒的时候房子只会倒一半，所以你不会怎么样，好像怪怪的哦。那个公寓楼层摇起来真的蛮恐怖的。OK， 其实我单纯是不喜欢住公寓我不喜欢进去还要跟警卫打招呼还有又那么贵而且跟很多人住在一起，楼上楼下你也不知道是谁那我现在工作都在做线上课程，只要网络住哪里其实都可以。OK。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他跟我说，那你要看医生怎么办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他，他跟我说你要看医生怎么办？我说看医生，我住北山跟看医生有什么关系他说他住在东海大学对面，上面是荣总。他说他如果生病的时候滚下去是澄清，滚上去是荣总。我说你是一天到晚在生病我在跟他说你住8楼你从8楼滚下来就超过半个小时了。我那个地方离埔里基督教医院才15分钟而且不太会塞车你滚下来以后，你还要忍受塞车的问题，刚好是下班时间的话，你塞到荣总大概又塞半个小时而且我那边地震比较好跑，因为我在1楼，我只有盖1层楼。OK 好啦，这个都是强词夺理啦，都是最好的选择。我本来就是乡下的孩子，我本来就喜欢住乡下的地方你叫我住那个公寓，我住不习惯。好，再来，地震为什么会造成伤亡？除了刚刚的房子本身的结构以外，另外一个叫房子内部的隔间921大地震以后，我们台湾的建筑师还有我们台湾的政府官员就跑到日本去参访就做了一个结论：如果921大地震那时候很多人是被压死的，被砖墙压死的，所以如果要改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砖墙隔间，加强砖造的房子的砖墙隔间要改成轻隔间。我们在那个大概30年前，我刚开始做室内设计的时候，我们的房子都是砖墙隔间那时候921大地震造成很大的伤亡。那他们去日本看，日本也是地震频繁的国家，所以日本的轻隔间都是细双盖板加岩棉那真的地震的时候，它倒下来它是轻的，所以不会压死人。OK， 那我们回来台湾以后，我们的厂商又把它发明出另外一种叫石膏板加玻璃棉都是用国产的。细双盖板那时候大部分都是Sano啦什么爱知那些都是进口的那岩棉大部分都是大陆的。那后来我们台湾的厂商叫环球石膏，它就开发了一个我们自己台湾的产品，就用石膏板加岩棉去做。所以轻隔间最常见的就是这2种系统
那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太喜欢实心的东西，杂八个有没有？哦，你去买一个房子啊，你爸爸去看有没有？哦，他在敲那个墙壁，对康熙妹在别用。我们老一辈的概念都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台湾变成湿式轻隔间。什么叫湿式轻隔间？就是2片板子哦，那个叫维斯板哈，2片板子中间塞了混凝土。那他把混凝土灌进去，可是因为板子太薄啊，他塞混凝土重量太重，会爆浆哦。那怎么办？他们就把混凝土改良变成轻的，怎么改良？加保丽龙啊，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环保灾难哈。我们台湾人因为太喜欢这种8个物件，所以就变成另外一个环保。保丽龙在里面哈，它没有办法跟混凝土分开哦，还有它的骨架是铁的，也没有办法跟混凝土分开。所以这样的湿式轻隔间，到时候拆下来的时候非常麻烦哦，你不知道丢到哪里去哦，而且那个垃圾车一车大概2万块哦，现在不知道涨到什么程度了。我前一阵子听的，大概一车要2万块哦，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不环保的一个工法。我建议尽量不要用这种湿式轻隔间，而且它墙壁平整性会产生问题，因为它是水加水泥加保丽龙灌到一个2片板子里面去。等它干燥的时候，它会收缩，而且说实在的，它的湿式轻隔间它的隔音系数会比较差一点。为什么？因为湿式轻隔间最上面那个空间灌不到，声音就会从那边传导过去。好，所以这是隔间会造成地震伤亡的问题。来，第3个叫柜子要固定，有的人被压到是因为柜子没有固定。所以不管你是系统柜，或者是木工做的柜子，或者是在 IKEA 买的柜子，建议柜子都要固定在墙壁上。不要让地震的时候它倒下来压到你。OK， 所以这些就是地震会造成伤亡的原因。当然还有，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要讲地震为什么会跟室内设计有关系。所以除了前面那些原因以外，9.1大地震是在民国88年9月21号，又称集集大地震，它的规模是瑞士7.3级。OK， 总计死亡人数2496人，仅次于1935年的关岛山大地震。OK。那关岛山大地震，各位如果没有印象的话，各位去，现在已经没有火车了哈。各位去苗栗看到一个叫龙腾断桥，那就是那时候关岛山大地震的遗迹。OK， 那9.1大地震后来造成房屋全倒51778户，半岛53852户，非常严重。那半岛可以领10万块，全岛可以领20万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们家的头家厝在9.1大地震的时候，半岛屋顶就塌下来了那其实我们没有住在那边啦，可是我爸听说可以领10万，他就很高兴的跑去镇公所，草屯镇公所跟他说要领10万块。人家说先生你没有住在那边不能领，他还跟人家吵架。我们那个房子就在9.1大地震的时候就不见了，就倒一半了。那倒一半，因为我们乡下地方我们也没有去处理它，就倒了。那过了几年我去看的时候，看那个房子的时候，房子不见了。为什么？屋顶不见了嘛。房子就下雨又几次台风，房子因为是土做的，所以那房子就慢慢的流失到不见现在我们隔壁的邻居在那边养鸡跟停他的车子，所以土真的是绿建筑的标准它会自己不见你也不用去清它。OK， 那9.1大地震开始我们的证照考试当然还有另外原因啦，我们的室内设计证照考试还有另外原因叫威尔康事件，我改天再录视频，我改天再录影片跟各位解说。OK， 现在不能讲视频，我一讲视频就有人说我是跟大陆一样，奇怪好来，那室内设计呢，它有2个考试，一个考试叫室内设计以及技术士它考手绘，我觉得那个考试很奇怪我们现在在考手绘不知道干嘛。OK 另外一个叫室内装修工程管理，它考问答。那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考问答题，你就必须要去非常的理解这2个东西，一个叫法规，一个叫工程管理。那室内设计师必须要懂，还有工程管理当然是大家都必须，因为你做室内设计嘛，必须要懂。可是在这个考试之前，大部分的室内设计师都不懂法规因为只要会画透视图就可以接室内设计案了，以前都是这样子。所以在证照之前呢，叫台湾钱银卡吧，所以大家都很有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时候李明一唱了一首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情。再加上那时候我们的都刚开始发展起来，我们从农业社会大概做到头家厝的那个状态，变成大家集居在一个都市计划区，然后开始盖高楼大厦
可是没有想到，以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状况，变成在高楼大厦里面的时候，你楼上楼下都有住人，只要动了一个什么东西，楼上楼下都会有影响，甚至对整个建筑结构产生影响。那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我那时候刚开始进入室内设计界的时候，就常看到这种叫任意拆分间墙分一个法规的专有名词，那一般的人叫它隔间墙不过在法规里面它叫分间墙，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墙就拆。以前我的老板就跟我说，小许贴没探紧，所以他跟我说，没有拆人家的房子就不会赚钱，所以一定要全部拆掉。而且建筑师他们拆隔间隔起来的都不符合人体工学。那时候我的老板这样跟我讲的就是连外墙也拆。那时候大理撞球场921大地震有一个大理撞球场，地下室他把他的分间墙全部拆掉，为了要做撞球场。结果后来地震921大地震一来的时候，整栋楼房大概8层楼。整个倒在路中间，大理撞球场。甚至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常常跑去有一个叫苍蝇 pub，那个设计师好厉害啊，他把外墙全部拆光全部变成玻璃那个时候都这样 ，OK， 以前没有管理啊。还有阳台有没有？以前我们老板还跟那个业主说，我帮你阳台外推，我帮你争取了2坪，你应该要谢谢我。现在还有媒体在吹嘘这件事情，因为你阳台外推。你就会把外墙拆掉，拆掉了以后，你的阳台还有你的楼层板结构都会产生问题那以前没有，大家随便都乱弄再修改厕所叫改套就是把那个房子改成套房所以要修改厕所，这些都是以前在证照之前常常做的事情。所以我常同学讲考上证照以后最大的收获，设计师开始懂法规了可能考上以后你觉得考上不知道干嘛，你也不能自己去跑审查。现在审查都还是握在建筑师的手里那你也有一些东西还是建筑师要办，那没办法，因为形势比人强这我以后再录影片给各位讲 OK。 所以考上以后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设计师开始懂法规了你从以前胡作非为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这样乱搞现在你开始懂法规了 OK。 好，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是室内设计师，或者是你对室内设计是有兴趣的都应该去考这样证照，叫室内装修工程管理 OK。 那我开了一个线上课程室内装修工程管理考照班线上课程你只要购买开通以后就可以上课 OK。 那我们课程期限到考上为止，点击下面的链接就可以看到4月课程要注意我们每次都会有拿到优惠代码的方法如果不懂不知道怎么拿到优惠代码资讯跟我讲一下